Hello，大家好，我是3D。好久没有看 DeFi 项目了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 Fluid。你别看 Fluid 它是一个借贷协议，它在成交量上已经是以太坊主网的第2名。那最近这一年，它各种数据也都是非常亮眼的。那如果你想知道 Fluid 这个项目它到底有什么创新啊，以及有什么机会，那就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视频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数字货币投资有着非常高的风险，你有可能损失你的全部本金。如果你不懂，就不要参与。本期视频仅作为信息分享，没有任何投资建议。好的，让我们开始吧。感谢本墨社区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这可能是东半球最好的 DeFi 社区。好的，家人们，这个 Fluid 的这个项目其实和 Morpho 比较像，他们其实都是老团队啊，他们的团队都是在上个 DeFi Summer 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做的产品其实有点不温不火，但是在这个周期啊，他们瞬间都想明白了啊，做出了2个爆品。那如果你对 Morpho 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那些影片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来主要讲这个 Fluid。那 Fluid 它是哪个团队做的呢？就是这个 InstaDepp 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实际上这个项目在19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它主要是用来管理流动性的啊。但是这个协议其实我没有实际用过啊，我就不做过多赘述了。那 Fluid 就是这个团队，他们在去年年初新推出了这么一个借贷协议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Fluid 它的数据啊。那作为一个借贷协议，它的 TVL 现在是 1.4个 billion 啊，就从全网所有协议加到一起来看，它也已经挤进前10了。我们再来看以太坊主网，虽然说距离 Uniswap 还差了一些距离啊，但是这个已经非常高了。借贷协议的龙头老大这个 Aave 他们还在市场上买入了 Fluid 他们的代币。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变相的这么一个投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要从它的产品上说起。我们进入 Fluid 它的产品页面啊，正常来看，它跟普通的借贷协议没什么区别，是吧？这是存币，这是借币啊，核心功能其实都差不多。那你说它哪儿来的成交量呢？它这里面似乎也没有这个 DEX 的这个功能啊。那这里我给大家提前做了一张图啊，让我们来细细解释 Fluid 到底怎么回事。Fluid 它的核心功能其实分为3个，就是借贷、DEX 还有流动性层啊，其中流动性层其实是更底层的这么一个功能。那对于我们普通 C 端用户来说，这个流动性层其实它是比较抽象的，你只要理解这个借贷和 DEX 它是建立在这个流动性层上面之上的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2个 Fluid 的这个协议，你在它前端虽然看不到 DEX 的功能，但是呢它引入了2个概念，就是这个智能抵押还有智能债务。我们再回到 Fluid 它的产品页面啊，我们看这里 Smart Collateral 啊，就是智能抵押品嘛。只要筛选这个之后，前面这个抵押物这里面它显示的就是不是一个代币了，而是2个代币。那这个时候可能比较聪明的小伙伴就已经反应过来了，说这个东西我知道啊，对吧？就是把 LP 进行一个抵押，然后去进行一个借贷嘛啊，之前玩过，确实是比较像的。我们点进到这个产品里面就能看到啊，你在这里要去借贷的时候，你去 deposit 啊，实际上进去的确实是类似于 LP 的一个东西。但是接下来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啊，就是这个 Smart Debt 智能债务。你说我存进去的钱是 LP， 我可以理解嘛，对吧？那我借的钱，那本身它是一个债务，它为什么还能成为 LP 呢？那我们举个例子吧，你看官方这个例子里，它举的是 USDT 和 USDC， 我们也用这个来说。那假设现在你借了1万 U， 其实你并不需要在乎你借的到底是 USDT 还是 USDC， 是吧？只要利率差不多，我借哪个都一样啊，因为它们底层其实都是稳定币嘛。那我们先假设你借的1万 U 里面5000的 USDC。5000的 USDT， 那这部分资产呢，它就会作为一个流动性提供到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了 Fluid 它其实没有交易的这么一个前端，那么这个流动性从哪儿走的呢？其实都是通过聚合器走的。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交易都是通过聚合器来做的。其实这也是 Fluid 这个协议它能做的这么一个基础嘛。那比如说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人都在买 USDC， 给 USDC 价格买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 USDT 的数量就变多了。那我们这个债务可能就不是50对50了啊，你可能是吧8000的 USDT， 2000的 USDC， 然后额外还能再增加一点手续费啊。其实对于我借贷的人员来说，对吧？我的债务其实还是 U 嘛，无所谓的。所以说它这个智能债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我们回到产品里面看，可能更清晰一些。那这个它不是稳定币对啊，它是 WST ETH 和 ETH。那么这2个其实它也存在刚兑的这么一个关系嘛啊，所以它也可以做智能债务。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 APR 是多少啊？其实就是净 APR。我们这里能看到啊 1.81， 那实际上这个债务它的 APR 是 3.18， 你要付出 3.18 的成本，但是由于这个 trading 的一个 APR 又给它减掉了 1.37， 所以借贷的年化就变成了
1.81%。加入了智能债务这个功能之后，你的债务还能额外帮你赚钱，降低了你借贷的成本。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池子，你存币年化3.98%，你借贷年化1.81%，有点意思，是不是可以循环贷啊？人家协议其实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你点这里面啊，就可以给你去做一个循环。但是呢，这个池子大家先就不用想了啊，这个池子都已经满了啊，无论是存还是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这里来看啊，刚刚我们主要讲了 DEX 这个功能，那么总结一下，实际上它就是用了这个智能抵押品还有智能债务来集成了这么一个功能啊，相当于我在借贷的同时顺带着就提供了流动性。那我换句话来说，来这里面提供流动性的用户，其实他是来借贷的，所以他对这个 LP 的回报看的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重。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里面，以太坊和 WST 以太坊，它的那个年化才 1.3%。我现在让你去做年化 1.3% 的这个 LP， 你愿意去做吗？你可能也不愿意去做。那但是在刚刚那个例子里面，它就可以去做，包括稳定币也是。那 USDT 和 USDC 的稳定币 LP， 我问你1.6%，你愿意去做这个 LP 吗？你肯定也不愿意啊。但是在 Floyd 里面，你用以太坊质押去借稳定币，它还能帮你减1.5%、1.6%的年化，你肯定愿意做啊，何乐而不为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它巨大的一个优势，也是为什么它的成交量能超越 Curve。而且这里我也多补充一句啊，你说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这种项目呢？其实也是因为 DeFi 发展到今天，它已经非常成熟了。大部分的交易走在了聚合器上，就能出现这种产品。OK， 好，那说完了 DEX， 我们再说说这个借贷。那它的这个借贷其实也依赖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流动性层。那核心是在哪里呢？其实是在这两个啊，更高的 LTV 还有更低的清算罚金这里。我这图做的不好，应该给他们翻过来啊，这样就更合适了啊。我们再回到 Floyd 的这个产品里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场景啊，都是存以太坊来借 U。那这个 Floyd 里面啊，LTV 85%，清算罚金3%。那借贷年化多少呢？你不用看这里是5.6、5.9啊，因为人家是智能债务啊，所以会给你减去1.2%啊，所以最终借出的年化是4.62%。那我们来看阿伟是怎么样的？阿伟这个里面，我们直接就看这个以太坊的数据就可以了。那以太坊的它是多少呢 ？LTV 80.5%。相对人家85%，是不是少了一大截？那我们再来看清算罚金啊，这边多少呢？5%。Floyd 这边3%。那我们再来看一眼阿伟这个里面借 U 的年化是多少啊？借 U 的年化大概是 5.19 左右。那 Floyd 这边借 U 4.62。你会发现，我们对比这几个数据 ，Floyd 这边全面胜利。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让 Floyd 这个项目它能异军突起啊，最近表现特别亮眼。那你可能也好奇啊，同样是借贷协议，为什么 Floyd 这边它就能做得更极限呢？难道它不怕风险吗？这个其实也是它产品上的一个创新依赖的，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底层的流动性层。那核心原因就是 Floyd 它改变了清算的这么一个模式。在阿伟里面，你要爆仓了你得有人主动去给你清算这笔债务扣了你的罚金什么的，最后再给你处理完。但是在 Floyd 里面不是，你的债务如果快要爆仓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 LP 一样，直接为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了。那就拿我们现在这个例子举例啊，我们现在这个是存以太坊去借 U 假设以太坊跌的非常多真的快要爆了，那达到那个清算阈值的时候，我这以太坊直接变成流动性了。那其他用户在这个市场上做交易的时候，直接就把我这以太坊买走了，变成 U 了，来偿还我的债务，把我的这个安全值再给拉回来，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所以 Floyd 它这个项目能发展起来，其实也就是完全依赖当下的流动性，对吧？买卖的人越多，流动性越好，它清算什么的这个成本也就越低。我觉得在产品设计上做的还真的挺牛逼的。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呢？我觉得一些极端情况如果真发生了，它可能也会出问题啊。比如说 USDC 之前那个硅谷银行那个事儿万一 USDC 都脱毛了，那你的这个债务里面基本上就全是 USDC 了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其实此时此刻你对这个产品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主要3个强大的功能：流动性层、借贷还有 DEX。DEX 这边给你搞了智能抵押、智能债务借贷这边也是靠流动性层的支撑它能做到更高的 LTV。更低的清算罚金。我今天闲着没事还去链上去扒了一些是吧？这个 Floyd 里面大户他们的地址我想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操作。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就是那些大户们其实他们也并不是说一直去做循环贷什么的，大部分的大户只是把钱存到里面，
为什么呢？因为存钱的利息相对较高一些。哎，那这时候可能也有朋友来问了，说这什么年化呀，是吧？才6点几，我压根都看不上啊，是吧？3D，快给我推一个年化20以上的香矿。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能这么看的，像这种借贷协议，它能容纳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哎，我们挖的很多矿，其实大户他们都去不了的。为什么我一直说大家去搞一搞那个什么补贴的矿啊？就是因为很多补贴的矿，大户根本去了就给砸没了。当你资金量真的非常大了之后，你可能也觉得是吧，享受个6.86的这个岁月静好也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它的这个代币吧。啊，虽然我们其实不太在乎这个啊，就什么呢？啊，就是 Floyd。实际上它以前不叫这个名儿，叫什么呢？叫 NST 啊，因为它之前那个项目是 InstaDev 嘛，啊，但是那个项目没怎么做起来，现在他们全心全意去做这个 Floyd 的这个协议了。哎，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到啊，他们之前发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这个 Floyd 它的品牌重塑和增长计划啊。那这篇文章的核心我们主要看2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啊，他们会从治理金库中分配12%的币啊，会做一些增长计划。之后你在一些它的那个借贷池当中，你也能看到啊，它会有 Floyd 的这个代币的奖励啊，跟 Morpho 那种奖励差不多啊。但是实际上它本身整个产品就比较能打了啊，所以说锦上添花啊，就是锦上添花。大部分资金来这儿，其实还是本身他挖的那个策略就可以赚钱啊。另外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币其实不是一个新币，它是一个老币啊。这个 InstaDev 啊，它保留了啊之前43左右的这么一个代币啊，说也反映了他们在熊市当中的保守策略啊。这个确实啊，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还是挺牛的，因为据我了解，很多团队真的是做一个项目做死了就做另外一个啊，再做死了再做另外一个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是像 Floyd 他们团队做新项目，而且一直用一个代币，对，我觉得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敬佩的啊。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啊，只不过我们这行业想赚快钱的那些人有点多啊。哎，那另外还有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回购啊，但是这个回购的细节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啊。核心的就是这个 Floyd 的这个协议啊，它达到1000万美金的年后收入之后就会开始回购。那它现在能赚多少钱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Token Terminal 这里面显示的是它一个月能净赚多少呢？80多万，1月份79万，然后去年12月份啊100多万啊，然后这个11月份40多万。哎，它的这个收入其实是在稳步增长的，但是它25年到底能不能赚上1000万不好说，也看市场怎么走了。所以关于它这个回购，你先知道有那么个事儿就行啊。你真想炒币的话，是吧？你快到年底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它是不是快到1000万了。但是不鼓励大家炒币啊。哎，你们看一下它的币价，你就知道了啊。它真的表现比较亮眼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表现在价格上了啊。他们协议表现好的时候，价格被拉到了是吧7、8、9啊，已经最高达到了9啊，前阵达到了7，现在其实已经下到了4.8啊，已经腰斩了。但是它是从什么价格涨上来的呢？是吧？从1左右的价格涨上去的。在上轮熊市当中，它价格一直维持在1左右啊，是 Floyd 的这个项目给它这个代币赋能之后啊，它价格才又涨起来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啊，哎，就是这个 AVE 啊。AVE 投资了 Floyd， 这个有点意思啊，相当于他投资了他的一个竞品。但是核心原因其实是什么呢？核心原因其实是这个阿伟他想让他自己的那个稳定币啊上到这个 Floyd 他的这个池子当中啊，现在已经上了。那这篇文章大概写的就是他们，我记得是花了400万美金啊，400万美金对这个 Floyd 啊，就是之前的这个代币啊进行了一个投资啊，然后会去参与他们的治理。买的时候是按照350个 M 的 FDV 买的，我看现在多少啊？那这个阿伟还没有亏钱呢啊。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 Floyd 的这个借贷协议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了啊。如果有什么遗漏和错误的话，也希望大家给我指正啊。实话实说，我的资金量其实不太配用这个借贷协议的啊，所以我并不是他们的深度用户啊，我也就是体验了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它作为 DeFi 赛道的一个创新项目，而且是非常牛的项目，还是值得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它的。那本期视频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获得我视频更新的提醒，欢迎扫码添加我的社群。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恭喜你发现彩蛋小剧场。大地老师，您如何看待川普上台？这个问题你算是问对人了，因为我对川普总统那是非常熟的，他家里的每个人我都认识啊。川普的上台，他一定会大力的推进我们整个 Web3的一个发展啊。你还认识川普吗？对啊，我当然认识他，我经常在 YouTube 上面看他的视频啊。那川普认识你吗？川普可能认识我，但川普认识我不太可能。那我问你，为什么我脑袋尖尖的啊？那我问你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男的还是女的？